终于摆脱了高层，从23层换到了5层。住进去以后才知道原来差距这么大。不知道大家是不是和我一样，当年在选择楼层的时候非常纠结啊，因为对房子是一窍不通，又怕选错了楼层，只能是凭感觉去选。因为当时中介说这个是黄金楼层，采光好，通风好，没有蚊子，视野开阔，而且这一层价格相对其他楼层也高了不少。我以为价格高肯定就会好，而且也确实被这些优点征服了。这完全就是我想要的生活，于是我就果断定了这一层。但万万没想到，住进去以后和想象中的完全不一样，越来越多的问题让我备受折磨。首先第一个问题就是等电梯的时间久，说实话每天等电梯真的是太痛苦了。我估计很多人住高层的朋友也会有这种感受吧。我这虽然是2部电梯，但感觉根本就不够用。每天乘电梯的人非常多，尤其是早高峰的时候，年龄从小到老什么人都有，上学的、上班的，还有出去买菜的，2部电梯都被挤得满满的。本来电梯里面就要等上几分钟，好不容易上了电梯，又要忍受着几乎每层一停的节奏。有时候如果赶时间，在电梯里面急得都快疯掉了。有人说这个问题慢慢就习惯了，刚开始我也这么想的，但是时间长了我发现非但没有适应，反而越来越痛苦了。第二个问题就是电梯里面的味道难闻，其实在装修的时候就发现了，电梯里经常有一股油漆的味道，因为空气不流通，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都会上不掉。后来大家装修都结束了，油漆味是没有了，很多人出门身上喷的是或者是涂的味道也很大，还有人出门带着垃圾下楼，垃圾袋质量也不好，就连汤带水的都漏在电梯里面，不小心踩在鞋子上面还黏糊糊的，这些味道掺杂在一起，可想而知又酸又臭，直接让人无法呼吸。所以这个电梯的问题也是我换楼层最主要的原因之一。第三个问题是风太大，有噪音。当时中介说这个楼层通风说好的，太对了，但这个通风也太过于好了，以至于白天出门都不敢开窗户，否则回来家里面就会被满垃圾的满地有时候会发现垃圾桶里面都被风吹倒了。后来我出门都不敢再开窗户了，只能等下班回来后再给房子通风。风大就会有噪音，有时候大风天气，只要关上窗户就能听到风的呼啸声，声音特别大，而且很尖锐，晚上很难入睡，还很多次被吵醒，睡眠质量也越来越差。第四个问题是水压太低，高层自来水是通过2次打压供上来的，供水系统好坏决定了这个楼层的水压的高低。我家的水压都非常低，水流小可怜，平时洗菜做饭都能明显感受到，如果在用水高峰期那就更惨了，打开水龙头看着都是着急，所以我买了几个水盆水桶，经常提前1天晚上把水放出来，留着第2天用，只有这样才不用在水龙头前面苦苦等待了。但最大的问题是洗澡，洗澡水又不能提前放出来，而且也没有那么大的水桶，所以只能慢慢的冲洗，有时候不耐烦了，甚至连身上的沐浴露都没有太冲洗干净就不洗了。因为太着急了，所以住在23层给我带来太多的痛苦。如今换到了5层，才知道居住差距才会这么大。之前遇到一切问题都得到了解决，首先是不用再依赖电梯，现在这个高度想乘电梯或者是走楼梯都可以，有时候赶时间，走楼梯的速度比电梯还要快，不会耽误事，风力也不像高层那么大，而且也听不到风的噪音。现在白天上班，家里面窗户就会一直开着，回来后房子也没有凌乱，而且房间里面空气还非常好。由于南边没有高楼阻挡，采光也不受影响，家里每天接受风光的那个照的时间都很长，房子里面暖暖的。虽然每天每个人的生活习惯不同，喜欢楼层也不同，有通过这次换房的体验，我觉得虽然高层的一个价格贵，但并不适合我，我反而觉得5楼住得更舒服。你们更喜欢哪一层呢？